仅仅只是喝可乐，墨西哥就要被自己喝死了。因为喝太多可乐，大量的人喝出了糖尿病，每年因为这个病而丢掉小命的就超2万人。更恐怖的是，墨西哥全国超80%的人口都在哐哐炫可乐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哪怕是婴儿，奶粉里呢都得加2勺可乐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墨西哥位于拉丁美洲，与美国、危地马拉和伯利斯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196.44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.3亿人。可乐在我国不过就是上百饮料中的一种，人均消耗量呢，在全世界也就中规中矩，喝的也不算多。真要说喝的最多的，不是可乐的老家美国，而是墨西哥，一个盛产毒品和黑帮的国家。按他们的统计，墨西哥每人每年要喝掉将近750瓶可乐，其中喝的最硬核的还得是恰帕斯州。在这儿呢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喝可乐就跟喝水似的，一年喝个800多升。平均下来呢，一个人一天就得喝2.2升，这喝的比超市卖的2升装的大瓶可乐还要多。咱们喝可乐呢，只是把它当作是消遣，但对墨西哥人来说，可乐早就成了生活必需品，不管去干啥，都得随身携带瓶可乐。哪怕是去干活，可以不带水，但不能不带可乐，不然干活都没力气。大人喝就算了，但哪怕是2岁不到的小孩，在他的奶瓶里呢，家长都会掺2勺可乐进去，美其名曰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。这已经够离谱的了，但还有更离谱的。在一些落后又偏远的地方，可乐不仅成为了货币，能买卖东西，更是能成为治病的灵丹妙药。说可乐摧毁墨西哥，那还真不是夸张。黑帮和毒品算得上是墨西哥的特色了，因为这俩货吧，每年都死了不少墨西哥人，但和可乐比，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可乐呢，说白了就是糖水，按照他们每天2升的往身体里灌，胰岛素悬着的心终于是死了，救不过来，根本救不过来。到最后他们不得糖尿病，谁得糖尿病？光是恰帕斯州这一个地方呢，每年就有3000多人因为糖尿病死掉，而墨西哥全国更是多达2.4万人，真正意义上喝可乐把自己喝死。奇葩的是，他们得知自己得病后呢，第一时间不是去医院看病，当然也是因为他们太穷了，去了医院呢也看不起病，所以呢他们就折了个中，跑去那些黑诊所看。而开这些黑诊所的呢，要是真医生，至少还能开点药，但偏偏呢都是些没啥本事的巫婆，神神叨叨的。他们在行一说想看病转身就给你拿出一瓶可乐，说你这是邪气入体呀，喝点可乐吧，多打点嗝，把气放出来就好了。要是还没好啊，那肯定是你喝的还不够多。什么？你不相信？那你去大医院看呗，我又不拦着你。病人能怎么办呢？就只能接受。结果就是呢，本来病不算重的，越喝越重，病重的呢，人直接就喝嘎了。既然喝可乐危害这么大，那墨西哥人为啥还要这么疯狂的喝嘞？因为解渴。那喝水不是更解渴吗？他们为啥不喝水啊？是不喜欢吗？那当然不是。先不说墨西哥大多的超市小卖部多是卖可乐，很少卖水，关键是这水他们喝不起。墨西哥人喝可乐喝到疯魔，就算渴了呢，也不去喝水，而是喝可乐。咋的啊？他们就这么爱吗？肯定有人呢是因为他爱可乐了，才把它当水喝。但绝大多数的墨西哥人呢，不是爱，而是没有办法。本来墨西哥就是个严重缺水的国家，全国有超1000万人喝不到干净卫生的饮用水。其次就说恰帕斯州，为数不多的水源，又因为水源私有化，全被可乐工厂拿去生产可乐去了。更过分的是，工厂生产的污水也不经过处理，就直接排进当地的河流和地下水，导致水源遭到严重的污染。当地的自来水厂没有能力净化这些污水，就算强行生产出来自来水，喝了也会中毒。同时因为水源的缺失，当地矿泉水的价格比可乐还要贵不少。相比之下，花大价钱买水解渴，那还不如多买几瓶可乐，好歹呢能多喝点。墨西哥民众没法反抗，那政府就不管管吗？那怎么管呢？说到底呢，会变成这样的局面和政府有很大的关系。在2000年的时候，墨西哥上台了一个总统叫福克斯，就这家伙一手弄出了水源私有化，还让可乐公司在全国打满广告，让可乐铺满了墨西哥。至于这家伙为啥这么尽心尽力，因为在他没当总统之前，就是墨西哥可乐公司的 CEO。 他能当总统呢，可乐公司赞助了不少钱，而那些操作一整个就是报效老东家。只不过他自己是走向人生巅峰了。反观墨西哥人，他们不是不知道可乐喝多了不好，会得糖尿病，喝了会病死，但不喝呢就会渴死，他们压根就没有选择的权利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，你发起的小手按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